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人间有一个国家，名为妙庄国。国王虔信佛法，却也深受王权、世俗与责任的牵绊。他一生所求，不过是江山稳固，子嗣绵延，国家昌盛。王后温婉贤良，心性柔软。他们有3位公主，大公主端庄，二公主聪慧，最小的公主名为妙善。从出生起，她便与众不同。她不贪华服，不恋珠宝，在宫中锦衣玉食，却常常独坐一隅，看云起云落，听风穿过庭院。别的孩子爱玩闹，他却爱静坐。别人向往人间繁华，他却总觉得心中有一条更遥远的路在轻轻召唤他。王后最早察觉这个孩子的不同，她发现妙善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安静，那不是冷淡，而是一种不被世事牵引的澄澈。国王却并不喜欢这种安静，在他眼里，公主就该学会礼仪、权谋、婚姻、责任。一个国家的未来需要稳固的联姻与传承，而不是一个总想离世修行的女儿。当妙善渐渐长大，国王开始替她安排婚事。他精心挑选门第显赫、家世稳重的世家子弟，希望他能为国家换来安定。可妙善却跪在大殿之上，轻声请求。他说，他不愿嫁人，只愿修行。这一句话让满朝文武哗然。在那个时代，女子最大的使命便是婚姻与家族延续。放弃嫁人等同于放弃责任，而一位公主的拒绝更像是对王权的挑战。国王勃然大怒，他无法理解一个生来尊贵的孩子为什么会向往清苦。他更无法接受一个肩负国家使命的公主竟选择出世。可妙善并没有争辩，她只是静静跪着，眼神温和而坚定。王后在一旁心如刀绞，她明白这个孩子的心，却也明白王权的重压。僵持之下，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并不立即拒绝，而是给了妙善一个条件。他说，若你真心想修行，便先入寺为尼。若你能在艰苦中坚持3年，不生退心，我便允你出家。他心里清楚，深宫长大的公主如何承受得了清规苦行。他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执念。妙善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他被送往白雀寺。寺院远离皇城，山路崎岖，晨钟暮鼓，清苦简陋。没有锦衣玉食，没有工人侍奉，只有粗布僧衣，清粥淡饭，扫地挑水。国王暗中嘱咐寺中僧众，要对他严加磨练，希望他在劳苦中退心，早日回宫。于是最重的活都落在妙善身上，挑水、砍柴、挑粪、扫厕。天未亮便起，夜深方歇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从不抱怨。寒冬清晨，山风如刀，他提着水桶，一步一滑，跌倒了便爬起，双手冻裂，血迹染红木柄，他只是默默包扎，继续前行。寺中老尼曾暗中叹息，这个孩子不是在硬撑，他是真的甘愿。慢慢的，寺院里的人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自从妙善来到之后，寺中争执变少了，原本容易起冲突的僧众渐渐安静下来，连院中的病猫、伤鸟也似乎多了几分生机。有人说是他的心太静。
静到连周围的空气都慢慢柔软了。3年很快过去，国王派人前来查看，原以为看到的会是一个满身怨气、形容憔悴的女儿，可站在眼前的却是一位目光澄澈、气息安稳的修行人。那一刻，国王的心第一次动摇，可他依旧无法真正放下世俗的执念。他担心一旦允他出家，便再也无法挽回。他更担心这样的选择会成为百姓效仿的榜样。于是他下了一道残酷的命令：焚寺。夜色之中，大火冲天，烈焰吞噬屋瓦，浓烟遮蔽星月。僧众惊慌奔逃，哭喊四起。妙善却没有逃，他静坐在禅堂之中，合掌闭目，不是求生，不是其命，而是将心完全交付于当下。传说中，火焰在靠近他时忽然退散，风向逆转，烈焰转移，整座禅堂竟未被烧毁。这一幕震动了无数人的心，可国王并未因此醒悟，他反而更加恐惧，恐惧这份超越世俗的力量，恐惧这位女儿终将脱离他的掌控。于是他下达了更残忍的命令，将妙善押赴刑场。那一天，天色阴沉，长街无声，百姓低头，刀斧寒光闪动，鼓声沉重。妙善一步一步走上刑台，神情安然，没有哭喊，没有哀求，没有愤怒，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早已预知的归程。刽子手举刀的瞬间，天地忽然震动，云层翻涌，雷鸣乍现，一阵狂风卷起尘沙，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。当风停云散，刑台之上已不见妙善踪影。有人说他被天龙护法接走，有人说他已证得菩提，往生净土。众说纷纭，却无人知其真相。只有国王在那一刻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。他忽然明白，自己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女儿，而是一个本可以照亮无数众生的因缘。妙善公主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成全自己，她的觉醒也并不是为了逃离人间。她所走的这条路，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世间，回到众生的痛苦之中。妙善公主被送入山中的那一天，天色并不阴沉，反而异常清亮。山路很长，风很冷，宫里派来的随从走在前面，脚步急促，没有人回头看他。他穿着旧衣，手里只握着一串早已磨旧的念珠，那是他离开王宫前偷偷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拒绝，在宫里他一次次被父王否定，一次次被嘲笑太软弱太天真。他想救人，想渡苦，却被说成逃避现实。可这一次不同，这一次他没有回头的路。寺院的门很小，像是故意低着头不肯张扬。主持并不欢迎他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修行不是避难，你若留下就要吃最苦的苦。妙善点头，没有争辩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做的不是诵经，也不是静坐，而是劈柴、挑水、扫地、烧火。冬天的山泉冰冷刺骨，他的手常常裂开，血混着水流下去。他只是轻轻合掌，低声念一句：愿众生离苦。寺里的其他修行人并不理解他，有人觉得他是假清高，有人觉得他是公主出身，撑不了多久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没有退，也没有怨。他不解释，不证明，只是做。慢慢的，寺院里开始有变化。原本暴躁的僧人说话轻了些，
常年争执的小事少了许多，连山里的野兽也不再轻易靠近寺门。没有人说这是因为妙善，可每个人心里都隐约知道一些什么。直到那一天，灾难真的来了。父王所在的国家瘟疫蔓延，百姓成片倒下，医药无效，祈祷无门。国师占卜说这是业障所致，唯有至亲至善之人的眼、手才能为药，引出众生的苦。消息传到山中，主持沉默良久。他没有直接说是谁，只是看着妙善说了一句：“你可听见了？”妙善没有迟疑，他只是轻轻合掌说：“若我之身能换众生安稳，我愿。”这不是冲动，也不是牺牲式的感动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神极静，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水。他早已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哪里。有人试图阻止他，说这太残忍，说你还年轻。他却只是笑了笑，说：“若执着于自己的完整，又如何谈慈悲？”传说中，他自断双手，弯曲双眼。但你若细看这些故事，会发现佛经并不渲染痛苦，只是反复强调一个词：无怨。不是没有痛，而是不把痛当成交易。后来瘟疫退散，国家得救，父王悔恨欲绝，亲自上山寻他，却只见一座清净道场，妙善已不在原来的样子。他的身影被说成千手千眼，能见世间苦，能救众生难。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为观音。可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成了菩萨，而是他在成为菩萨之前，从未要求任何人理解他。他没有要求父王道歉，没有要求世人感恩，甚至没有要求这个世界公平。他只是把能放下的全都放下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忍不住问：这样值得吗？但佛经里从来不回答值不值得，只反复提醒一句：执着于回报本身就是苦。观音的故事从来不是教你牺牲自己，而是告诉你，真正的慈悲一定来自内心的自由。如果你还在计算得失，那不是慈悲，只是另一种交换。后来人们在苦难时念他的名，可你要明白，观音不是在外面，他只是提醒你，当你肯放下那个非要坚持的念头，世界会为你让出一条路。观音的修行不在云端，也不在庙里，就在你肯不肯对自己温柔一次。很多人以为观音离我们很远，他在壁画里，在香火中，在那些看起来与现实无关的传说里。可你若细想，会发现他的故事之所以被一代一代留下，并不是因为神迹，而是因为那条路我们每个人都走过一段，只是我们走得更痛苦一些。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已经知道继续坚持下去只会更伤自己，却还是咬着牙不肯松手。可能是一段关系，可能是一种期待，也可能是对某个人的执念。你告诉自己再忍一忍，也许就好了。你告诉自己我已经付出这么多，怎么能放弃？可时间并没有因此变得温柔，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。佛经里说苦从直起，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，而是因为我们不肯承认有些路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妙善公主真正的修行其实不是在山中，也不是在断舍之间，她最难的一关是放下被理解的渴望。她没有等父王醒悟才选择慈悲，没有等世界公平才愿意付出。她只是清楚地知道，若继续执着于改变别人，她这一生都会困在院里。所以她先放下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误会佛法是在教人忍，让人吃亏，让人退让。可真正的佛法恰恰相反，佛法从来不教你勉强自己，
而是教你看清。看清什么值得继续，什么已经变成消耗。看清你是在爱，还是在用坚持惩罚自己。观音之所以被称为闻声救苦，不是因为他无所不能，而是因为他能分辨哪些苦是该承受的，哪些苦是可以放下的。他听见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呼救，而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我们之所以痛苦，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们不肯承认一句话：这样下去不会更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让人崩溃的从来不是一次打击，而是长期的硬撑。硬撑一段已经冷掉的关系，硬撑一份早已榨干你的责任，硬撑一个你早就不再认同的角色。表面上你看起来很坚强，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轻，却很重：若以苦行求解脱，牛羊亦当成佛。意思是，如果只是靠忍耐和折磨自己，是走不到觉悟的。妙善放下的不是责任，而是无用的坚持。他不再用痛苦证明自己的善良，也不再用牺牲交换认可。当他放下这一点，慈悲才真正流动起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放下就是失败，可真正的失败是明明已经看懂，却还是不肯停。观音的故事到这里其实已经不再是神话了，它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每一次咬牙坚持的背后究竟是爱还是恐惧。如果你是因为害怕失去才不敢放手，那你失去的其实早已不是对方，而是自己。修行不是让你变成圣人，而是让你少一点自我折磨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诚实一次，承认这条路走不通了，那一刻你已经站在觉醒的门口。观音不在远方，他就在你准备松开手的那一瞬间。其实很多人一生都在等一个许可，等别人先低头，等关系自己好转，等时间替自己做决定。可佛经反复提醒的从来不是等，而是照见。照见你已经走得太累了，照见你把责任和执念混在了一起，照见你以为的坚持早已不是善，而是习惯性的不肯放手。观音之所以成道，并不是因为他承受了多少痛，而是因为他没有被痛困住。他没有把苦当成修行的勋章，也没有把牺牲当成价值的证明。他只是清楚地知道，若心被绑住，再多善行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执着。所以当他放下那一刻，世界才真正松动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们凡人能学到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让你去忍，也不是让你去扛，而是让你学会分辨。分辨哪些是值得继续，哪些关系已经完成它的因缘。佛法从来不劝人放弃人生，只是劝你别拿痛苦当方向。你要明白，有些门之所以推不开，不是你不够用力，而是那已经不是你的路了。你越执着，心越窄，你一放下，路反而宽了。观音听尽世间苦，可他不被苦淹没，因为他从不把自己交给无用的坚持。当你开始愿意放下那个非要证明、非要挽留、非要撑到最后的念头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内心一直渴望的不是赢，而是安。真正的觉醒不是看破别人，而是不再为难自己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的放下不是你什么都不在乎了，而是你终于明白，有些坚持本就不该用一生去换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